大家好，欢迎收看这期的公子视频，我是公子沈。以色列经历了他们的911，在被哈马斯袭击之后，以色列展开了全面的报复行动。那么不仅是全面封锁加沙地带，并且对该地区的哈马斯的团伙，包括他们的驻地进行狂轰滥炸。现在加沙地带的很多地方，特别是哈马斯所活动的地方，都已经变成一片废墟。另外，就在今天，有美国媒体报道说，现在以色列军队正在准备进行地面作战，也就是在轰炸完哈马斯之后，他们准备进入加沙地带。那么想必进去之后，可能还会发生巷战。那么，这场战争只会愈演愈烈。当然了，我们不知道后续会发展到什么程度，是不是会触及到以色列跟其他阿拉伯国家之间的战争？但是我想这种可能性暂时还看不出来。那毕竟以色列背后还有一个美国，他现在也在想方设法的跟以色列合作。一边呢是帮助以色列去对付哈马斯，同时解救美国和其他国家的人质。另外一方面呢，等于也是在做一个协调工作。如果能够在加沙地带彻底的消灭哈马斯这个恐怖组织的话，那么也算是一个阶段性胜利。美国也不希望这个战事继续扩大到整个中东地区，或者是打到伊朗、叙利亚、黎巴嫩这些国家。只要有美国的坐镇，我想以色列也会配合，不太可能引发世界大战。那么在以巴冲突上，中国的立场就特别有意思了，他们依然在浑水摸鱼，左右逢源。他们既不愿表态支持以色列对付恐怖分子，也不谴责恐怖分子的恐怖袭击。另外，他们把所有责任全部推给以色列和以色列背后的美国以及整个国际社会。我看到一个影片，就是中国驻联合国的记者在联合国的记者会上面质疑联合国双重标准。You know, when I came here in this room, I've never heard anything about the condemnation of the Israelis act on the Palestinians. You only condemned Palestinians' attack on Israel. Do you think the UN bears responsibility for today's attack because of this double standard and competence? No. But you didn't do it. You're asking me a question, Deji, exactly. and my answer is no. 这是中国网站上边截取的一段影片啊，不是很完整啊。最后这个发言人就说 no， 我们不认为哈马斯发动恐怖袭击是联合国的责任。但是呢，他也不愿意多废话，也不想去解释，因为中国记者讲这个话明显是甩锅，甩给哈马斯、巴勒斯坦伊朗以外的国际社会。他其实就是想方设法的为哈马斯这个恐怖组织去开脱责任。大家在讨论哈马斯对以色列平民的袭击，怎么就变成了哈马斯没有任何责任，是国际社会的责任了？这不是颠倒黑白吗？谁杀害了这么多的以色列的平民，甚至包括老人、儿童、妇女的，对吧？不是联合国的官员去杀的 ，OK？ 所以事实摆在眼前，他们居然能够无理狡辩。而且他讲到说，以色列对巴勒斯坦地区的侵占，联合国没有去谴责，反而谴责哈马斯。我们随便上网查查历史，看一看新闻就知道，以色列在约旦河西岸的定居点经常被联合国谴责，被美国批评。网上有大量的这些信息。就在今年6月28号，联合国秘书长还谴责以色列推进了定居点计划，甚至联合国安理会还做出过几位议来谴责以色列在这个犹太人定居点的问题上。所以中国的这个官方记者明显是在睁眼说瞎话。之前我们就讲过，这个央视记者他叫徐德志，曾在联合国的记者例会上面就出糗，问一些特别无知的问题，包括之前日本排海的时候，他问关于国际原子能机构的问题。实际上他根本就知道联合国的原子能机构给出了非常详尽的报告，但是他还是去攻击联合国，其实意图就是攻击日本和美国。他并不是想知道答案，他就是通过提问来表达中国的官方立场。作为一个党媒、央媒的记者，他必须要讲政治立场的，不像他旁边那些外国记者，特别是欧美国家的记者，他们是代表这个媒体的，他不是代表这个国家的政府的。OK， 虽然媒体但背后也有金主，也有政治倾向，没错，但是他们不会接受当时本国政府的命令，他们不是宣传机构，而中国的媒体全部都是宣传机构，不是真正的自由媒体。也就是这些记者不是真正的记者，都是宣传员。明白这一点，你就看到这些记者像联合国、像其他的人，他们的表现、他们的说辞，你能够分辨出他们的意图到底是什么。基本上不外乎就是为了带节奏、带风向，传播共产党的意识形态和政治立场，也就是所谓的讲好中国的故事。他们把自己当作记者，是对记者的侮辱。而国际社会
对中国记者的接受，允许他们提问，允许他们发言，允许他们跟其他的自由媒体的记者坐在一起，这也是一种耻辱。其实联合国或者是跟他共事那些同事们心里都清楚，这个来自中国的记者，他其实是代表国家的立场，不是像他们一样，他个人有什么想法并不重要，他问的问题也不是他自己想知道的，或者他这个媒体想知道的，而是带着中国政府的政治任务去的。如果连这一点都看不到的话，那对中国就实在太不了解了。那他既然质疑所谓联合国的双标和无能，那么我们也会想了，那中国可是联合国的成员国，是安理会成员国，对吧？那请问你在质疑联合国无能双标，那是不是中国也是无能双标呢？因为中国在里边也扮演重要角色呀，对吧？你这是不是反党反社会主义？说联合国在这个问题上有没有责任，这个其实意义并不大，它不是一个国家的最高法院或者是一个国家的强制力机构，不能够扮演这样的角色，它也没有这样的实力。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呢，我们要知道联合国它有本身自己的一个职能的缺陷，这也是无解的问题。就像我之前说的，国际社会就是达尔文主义，因为没有一个最高的权力部门或者司法部门，就算有像海牙国际法庭这种也都是民间性质的，它没有能力或者是权力去介入主权国家的纷争，它能做的就提供某一种选项，就是大家同意能够通过联合国的机制，尽量通过谈判解决问题，哪个地方需要帮助了，其他国家通过这个机制来帮一手，或者是接收点难民等等等等，它只能是这样的做一个协调工作。但两方如果他就是想打某一方，他就是要入侵，联合国要想介入的话，那必须是至少是安理会常任理事国都必须同意，任何一个国家都有一票否决权，所以它是一个受限制的一个国际机制。那这种情况下呢，很多地方的事情你不要期待联合国能够解决，所以我们应该多看一点关于国际关系的著作啊，特别是现实主义的著作。所以我们要明白联合国的本质是沟通。那么在强制力方面，他们有很多没有办法做到的地方。那你中国说联合国无能，那你派兵去啊，对吧？你也不派兵啊，对吧？所以这个问题在这，你觉得以色列侵犯了巴勒斯坦，那你出兵去打以色列啊？你说的那么热闹，对吧？你也不敢啊，你也不能做啊。所以这种情况下呢，你去批评联合国是毫无意义的事情啊。其实以巴冲突我之前讲过了，就有一种能够一劳永逸的解决办法，就是双方有一方消失在这片土地上。我觉得这是唯一的解决办法，对吧？但这种解决办法呢，又会造成巨大的人道灾难，或者说是不被任何人接受，那就无解了，那接着打呗。那怎么办呢？你想解决问题，那只有一方消灭另外一方，那你说谁消灭谁？你说谁消灭谁，这都是政治不正确，你都会被谴责、被质疑，甚至被抵制，这就是没有解决办法的原因。所以说，这个中国去把所有责任推给联合国，或推给其他的欧美国家，这就是为哈马斯在开脱。我们只能就事论事来讲，目前哈马斯等于彻底绑架了巴勒斯坦人，他们的目的是用极端手段去造成地区的混乱和不安宁，以此来削弱以色列的实力。削弱了以色列的实力，就等于削弱了美国的实力。那么这些哈马斯背后的金主们，他们就受益。现在就是这样的一个情况。那请问你支持谁？那最终付出代价的是两国的人民。那么现在目前而言，以色列要彻底铲除哈马斯，至少在加沙地带，那么我们只能表示支持，因为只有这样做才能够把巴勒斯坦逼回谈判桌前。即使巴勒斯坦在面对以色列的时候属于弱势群体，那么至少坐下来谈，总比你去搞恐怖袭击要好得多。我们的出发点必须是人民的根本利益，也就是这些普通的民众，他们的生计、他们的安全，这是出发点。如果以他们的出发点为这个最根本的利益的话，那么只有这一种解决办法。虽然它并不是完美的，可能巴勒斯坦人民还会感觉被歧视被压迫，对吧？但是至少比火箭弹乱飞，你所生活的地方一片火海要强太多了。这就叫两害相权取其轻，这才是认真解决问题的态度，而不是幻想一个崇高的伟大的目标，然后为这个目标不惜一切代价，完全不择手段，不顾人命这不是解决问题的好的态度。 OK， 所以哈马斯这样的一个极端组织，从一开始的战略目的还有他们价值观都是有问题的，那么自然他们所做法也一定是反人类的。而中国政府看似好像很关心这个以巴的问题，对吧？包括联合国的记者也在这问，
可是真正的在这次这个哈马斯的袭击当中，有中国公民受伤和被俘啊，就是被绑架了。中国政府在中国的网站上全面封锁消息，就不让中国人知道有中国人遭到了哈马斯的侵害。但实际上我们海外人可以看得到，现在至少有2个中国公民在哈马斯武装分子的袭击当中丧生。最早是法国的《世界报》报道的，说在以色列南部的城镇斯泰罗德，有大概10名左右的哈马斯的枪手乘坐一辆皮卡车在路上朝人们射击，其中被杀害的就包括2名中国人。当时有目击者说有4人被装进了尸袋，其中2个就是中国人。另外还有中国人被俘，以及有中国人受伤啊，伤者已经被送往医院了啊。他也回忆说，当时他亮明了自己是中国人的身份，结果别人根本不理。中国政府呢？中国政府不仅不去寻找这4名中国人，不仅不去跟以色列合作，去谴责哈马斯，甚至是全面封锁消息。这样的国家，你可以看到，他们把政治正确或者是政权的稳定和这个在国际上的立场，这个重要性也远远超过中国人的人命。所以这个国家不是人民的国家 ，OK， 人民只是炮灰，只是韭菜，你死多少人，对于共产党那些当官的和他们身价过亿的家族一点没有关系。在这个问题上，其实哈马斯和中共本质上是一样的。哈马斯也是啊，他们不在乎人民的死活呀，他们的高官可以在这个加沙地带住非常好的房子，甚至很多人在海外有账户、有豪宅、有家人，但是他们却把自己的普通人民当作炮灰。他们在向以色列发射火箭弹的时候，藏身于这些居民区、学校、清真寺等等等等这些公共场所。他们知道在这些地方是相对安全的，因为以色列是不愿意伤及无辜的。但是这一次他们失算了，已经被哈马斯戏弄几十年，并且在犯下如此大规模的暴行之后，以色列已经管不了那么多了。加沙地带被报复所造成的所有损伤，主要责任是由哈马斯来负。所以这次以色列对加沙地带的轰炸也造成很多人员的伤亡，这些人当中也有不少平民，这个我们必须承认。但是这种伤亡和哈马斯针对平民的屠杀和绑架是完全不可同而语的，它的本质是不同的。哈马斯是一个恐怖组织，它犯下的是反人类罪行，它针对的是平民。但是以色列去打哈马斯，不管是过去还是现在，他们用各种各样的手法，想方设法的去消灭恐怖分子，只不过是在消灭的过程中会连带有一些平民的损伤，这跟针对平民去进行轰炸是完全两回事。我看到网上也有很多的视频影片，对吧？是这个巴勒斯坦这边的宣传，说以色列当中，这些以色列士兵当中也有想要屠杀这个巴勒斯坦人民的这些人。当然我们不知道这个是真是假，但是就算是真的，那也是某些个人他们的想法，而不是以色列军队或者是从上到下的以色列这个国家人民他们的想法。他们也想和平，他们也想安定，他们也没有屠杀巴勒斯坦人民的命令。可能有一些部队他们军纪不严，他们有自己的国仇家恨，逐渐就变得比较极端，看到任何的巴勒斯坦平民也觉得是恐怖分子，也加以射杀，这种情况也有可能会发生这个是难以避免的事情。毕竟哈马斯本身就是平民的武装，它跟正规军还有很大的差别。你就说哪个正规军他们会躲在居民区身边有妇女儿童，故意把这些妇女儿童，他们自己的妇女儿童当作挡箭牌，这不是毫无人性的做法吗？最后这些人真的被牵连了，那绝对就是哈马斯武装分子的责任，是他们害死了自己人。如果没有他们的恐怖袭击，以及他们藏身于这些公共设施，那么这些平民也不会被误伤。最后我还看到了一个挺打脸的事儿，中国的这些五毛粉红特别关心巴勒斯坦人民他们在以色列的生活是不是二等公民啊，他们被以色列侵占欺压，对不对？结果呢，他们自己呢，最近在小红书上有人反映，四川武侯区当地政府坚决不给有藏族血统的小孩办理护照，他们说有全套的留学证明，联系了国际学校，申请获得了录取通知书，还有交费证明，甚至还有家长驻外的外派公司的证明，所有材料翻译、营业执照、公章，最后约了四川省武侯区，材料看都不看，直接退出来，不能办。而这个孩子，这个小孩才5岁，就是因为他有一半的少数民族血统，就办不了护照，甚至也办不了港澳通行证。而且他在后来在底下留言说，这个孩子的父母都有出国的商务签证，即使如此，就是不给孩子批准。
只不过孩子是汉族跟藏族的混血。他5岁跟父母一起出去，因为父母在海外工作嘛，这是非常正常的一个行为。但是当地政府就强行的把孩子和父母分开，不让孩子跟父母一起出国。这个家长说，亏我昨天还想着国际学校的入学员工是讲法语的，怕跟武侯区出入境的沟通有问题，昨天还特意联系了学校，让他们如果接到电话的时候尽量快速响应，没想到材料压根儿就没收。另外还有一个网友说，这真的不用怀疑，他说他也是某个地区的户口，以前藏族后来改成了汉族，他因为是那个地方的户口就办不到护照，后来他说他通过商务考察的这种方式去办理了护照，说中间非常曲折，给户籍地打电话说不办，让我在成都找出入境管理局办，出入境管理局又踢皮球让我去户籍所在地办理，还要说什么2年社保的证明流水等等，甚至当地的公安局还打电话让他把护照交回去统一管理。请问这不算是2等公民，什么算？对吧？你就是因为你的血统有少数民的血统，你办不到护照，甚至5岁的 baby 不能跟父母在一起。这时候中国的五毛粉红，包括中国政府在内，还在一味的去谴责千里之外的以色列，去支持什么巴勒斯坦人，我觉得这简直是可笑之极。你有什么资格去批评别人？更何况你批评也没问题，你可以批评以色列推进犹太人定居点，压缩了巴勒斯坦人的生存空间，但是你同时得一碗水端平啊，你得看到他们为什么推进这个犹太人定居点，还不是因为这些地区的巴勒斯坦人和巴勒斯坦的政权不愿意跟以色列共同的存在这个地方，不愿意和犹太人和平共存，而且还不断的在发射火箭弹进行恐怖袭击。这个时候以色列怎么可能什么都不管，任由自己的公民被这样的去伤害？同样的，巴勒斯坦政权也应该想办法去保护自己的人民，但绝对不是去通过伤害他国平民的手段，因为你通过这种手段的话，你不会达到你的目的，你不会让你的人民能够更安全，反而陷入到这种危机当中，反而让在加沙地带的200多万平民处于危险之中。这是一个负责任的政权该做的事儿吗？你连自己的公民都不想保护的话，你也不会去在乎别人的死活，对吧？所以我们绝不能把一个自由民主国家的政府和一个少数极端势力的恐怖分子相提并论。他们持有的信念不一样，他们做的事情也不一样，他们犯的错更不一样。以色列做的事情可能是只是最多的是错误，或者是值得商榷，因为你全然否定了以色列，就等于是要把以色列从这个地球上抹去，这是不可能完成的，这是不切实际的。但是对于哈马斯来讲，我们就应该可以说，把哈马斯从地球上抹去，反而是铲除了人类的一个大的毒瘤。这样的话，巴勒斯坦人民才有机会能够真正的生活得更加的和平。只有这样，巴勒斯坦人民才可能生活得更好。就像在以色列境内的那么多的阿拉伯人，你说让他们去加沙生活，他们愿意吗？就像在海外的这些中国粉红一样，一问都说不好，外国太乱、太差、太落后，但是一劝却都不愿意回去。好，这期节目就跟大家先聊到这儿，感谢大家收看，欢迎大家点击订阅这个频道，我们下期节目再见。